八朝古都东京木华，深入了解古城市井之中的纯手工小吃记，是怎样的一批人在延续着家族的精神？把这样东西做好，有可能就是说100年只做一件事儿。特邀魅力小生梁振文分享他的厨房秘籍，更有知名主厨亲身教授顶级料理，一切精彩尽在本期粤美食。欢迎收看由悦享冠名播出的粤美食。有人说，做勇敢的自己，持续朝着阳光走，影子就会躲在后面。做一个懂爱的自己，爱每一个平淡又温情的日子，爱每一餐充满温度的味道。我是梁振文，取悦自己，用心生活。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道菜是螃蟹炒饭。螃蟹炒饭最主要的还是饭。我之前的话都会用一些香米啊，或者是一些别的什么大米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会给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才试用的五常大米，非常的软硬适中，非常的好吃。好了，调好时间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静静的等待它出锅了。我们先切大葱，接下来呢，用到了红萝卜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切的要多碎有多碎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会儿就更好的让它入味喽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些辅料的这些食材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螃蟹，我们在之前已经蒸好了。噔噔噔噔，就是它。螃蟹的话，真的是它非常美味，但是真的非常的麻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工具了。我们先把绞下来一只腿，然后我们要取里面的肉。看，看见没？它就一下就出来了。用到这些辅助道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剥螃蟹也非常简单。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里面的主要的鳃啊，这些苦涩的味道，这些东西全部都剔除掉，然后把它的这个蟹肉给剥出来，方便我们来做螃蟹炒饭。哎呀，经过很长时间，我终于把这个螃蟹给剥好了。现在这个食材就已经全部有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米饭。我们的米饭已经做好了。这回呢，我没有选用泰国的香米，而是选用了东北的五常米，非常的香，它软硬适中，非常可口。等锅稍微热一热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记得要少放油。我们先放大葱，少许放就行了。哇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要放我们的五常米。然后把它跟这个大葱搅拌均匀。其实，大家平常的时候都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这样的炒饭的这个过程。大家都通常都会用隔夜的一些米饭来做。其实现在呢，如果用五常米来做的话，就不需要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把所有的这些辅料也加进去。先把它炒匀，然后我们再放我们的螃蟹。炒饭的什么样子的口感才会比较适中呢？我觉得真的好的一碗炒饭应该是粒粒分明的。像我平常的话，如果自己在生活中的话饿了，我其实也自己会做一碗炒饭，因为它快捷方便。好了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放蟹肉了。哇，看这个，是不是觉得突然间这个米饭上面又加了一层金黄的光芒一样，
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火稍微调小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放一些调味品了。先开始放我们的酱油。酱油切记，因为我第一次做饭的时候就是酱油倒太多了，变成了酱油炒饭，黑乎乎的。酱油一定要少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起锅了，再放一点少许的盐就 OK 了，因为五常大米非常的香。撒完这个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关火了，因为它有热度在，所以说不需要火。出锅喽！哇，在这儿我都能闻到它的香味。大家看，螃蟹炒饭就这么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也可以来享用哦。感谢悦享五常大米对本栏目大力支持。感谢火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。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没人比你更熟悉它的气息。每条马路，每个小巷里，都曾留下你青春的脚步。哪儿的早餐最丰富？哪个夜市最地道？哪家胡辣汤是纯手工？你闭着眼也能一一倒数。这座城市便成为了你身上永远扯不掉的标签。至少有10年不曾离。卖东西了？谁来几轮啊？切5块钱的锅盔，切3样吧，切3样吧，4样也中，4样也中。我叫白建超，今年29岁，是开封白记荟萃斋花生糕的第4代传承人。其实这个全国各地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不管是上学也好，然后出差旅游也好，我觉得开封虽然是一个小城市，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它是我的家乡，所以对开封来说的话，感情是特别的浓厚。不管到哪儿，我总觉得就是待时间长以后，我就是想回家。而且开封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城市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说开封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我脑子里立马蹦出2个字，它就是舒服。作为老开封，看似内敛的小白，其实是毕业于南艺吉他系的文艺青年，家里经营着纯手工花生糕的营生。或许因为这点，他对开封的纯手工小吃如数家珍。就是有好多的这个特别有名的开封的小吃，其实都在我家门口，都在4门，因为是回族区。胡辣汤来说啊，胡辣汤它也是小时候的记忆。因为小时候就是可能今天吃个蒸饺，明天吃个小笼包子，但是基本上就是3天必有1天早餐要喝胡辣汤。我叫李新德，我今年52岁。俺父亲、俺爷他们那时候都开始制作这一块，我算第3代传人。我们这块胡辣汤就是用羊肉
做汤养油，从做水到熬制都将近1个小时，然后把汤熬出来过以后，备用，把面和上去，和它醒至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经过摔打。手工去洗、去揉、去洗，就是把面筋给它提炼出来。拿到皮了，要不然那片太大了。下面筋呐，这个葱姜啊、炸料啊，这锅大。这个芡勾到一块儿，把芡下里边过以后，就是这个手一个劲儿再搅制，要不它下边的火一大。它锅底一热，这不是面筋都粘到那个锅底上了，搅的过程是叫它这个芡充分的叫它融化开，面筋不扎底儿，在锅里边熬制将近半个小时，入口比较顺滑，喝着咱这汤感觉后味留香。姑娘一直喜欢，喜欢这一块就是想在家，就是把家里边的这种胡辣汤给它发扬光大，把咱家的东西干好，就是说不变质不变味，永不能变，任何添加剂不准放，就是说纯手工东西，就是用纯手工的这种技艺去做下去，这是必须得像这样做的。要这个，我吃2块这个酱牛肉，然后再给我盛点这个麻辣牛肉条。好，走了，好。我从小到大是在四门长大的，然后四门呢基本上是聚集了开封市所有的这个名小吃。就是你单纯一个早餐的这个羊肉汤，你可能喝一个星期都不重样。就是你今天喝这碗汤的时候，你可以吃丸子；明天你喝这碗汤的时候可以吃酥肉。就是它有好多不重样的，什么烧羊肉啊，然后焖罐肉就特别多。然后也有好多这个，延续了也有上百年的一些老字号吧，算是。你像这个沙家的酱牛肉，也是四门比较有名的这个小吃之一。我叫焦丽，今年63。我们家就是在建国以前，就是老妈妈爷的时候，就是做这个沙家酱牛肉。老妈妈也要传到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又把这个沙家酱牛肉传给到我跟我儿子，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吧。煮这个酱牛肉，需要这个肉了，不要肥肉，要瘦肉，要带筋的。在正常的情况下呢，都是夜里1点多的开始煮肉，把肉要把它先洗。这个肉洗一下，它是啥？一个肉，它里头有血水，洗一下这个肉比较干净。俺煮这个酱肉
比较讲究，选这个食材也比较讲究。你比方说我们用的酱油，我们用的是东湖酱油，这个颜色比较好，它这个味道也是比较好的。哎，在煮肉的时候要掌握住肉的生熟度，哎，也不叫把它煮烂了，也不是要把它煮的吃了咬不动，一定要掌握住火候。我们选的料啊有1、20种，选的都是上等料，不好的料不要。你必须哪一道工序你都要认真去完成，哎，你有一道工序不认真完成，你煮出来的东西都不好。有时候也感觉到也特别的累，可是它一旦这个肉煮出来以后了，哎，拉到店里，哎呀，看这个顾客吃了这个肉，都说好，但是心里也可昂，哎，累的也就是不累了。古城开封美食繁多，老开封不用思考便能滔滔不绝地给你念叨出一溜的名字：灌汤小笼包、胡辣汤、花生糕、酱牛肉、筒子鸡。在这一众美食当中，又香又酥的花生糕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最甜蜜。我是白凤喜，今年55，是白记翡翠来这个第3代传承人。有记载的话是在民国了，都是100多年了。它这个花生糕在这个糕点里头属于经典，制作工艺上每一道程序你都来不得半点的虚假。比方说炒花生，这花生你必须炒熟，不是说7成熟8成熟，必须是10成熟，吃到嘴里头必须得挂香头。所以说你这个花生糕出来它才香啊。粉碎之后，就是这个熬汤，朝的下一步这个工序，熬汤必须也熬到程度，熬不到程度，吃到最后它是变牙的，粘牙。从给这个稀搁到锅里头，然后加白砂糖去熬制，一般的情况就是35分钟到40分钟。把这个水分蒸发到85%到90%，水分不能完全蒸发完。一蒸发完，你整个都成一个焦糖了。一开始它稀嘛，用那个铲子搅到一定的程度，都得一个一个调。这个饴糖它越拉越白，越拉越白，你来不得半点虚假。把这个粉碎的花生给这个饴糖人工和在一起，然后再搁案子上用手工去炸实、去干、去切、去撕、去拉。他不是说光干仗一干过去之后都直接切了，他因为让它这个比较瓷，吃肉不蓬松，所以说要撕，横撕竖拉。如果是熬到程度的话，吃到嘴里入口即化。它不属于杂点，它属于经典。这个花生糕，而且是开封地方特产，因为都是纯手工的，它比较慢，然后就是干10几个小时，最少是一般情况下都12个小时。在这一块上，我没有感觉啥辛苦，你肯定得有付出啊，你辛苦那干啥都辛苦，是不是？因为从刚开始记事儿，然后就是，家里就不停的在做这个东西，一年4季都在做花生糕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就别人可能会买点零食啊什么的，但是我就是嘴馋了就会去捏一块花生糕试试。然后家里边，楼上楼下满屋子全部都是这个花生糕的香味儿，所以就是花生糕对我来说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是一种陪伴。
之所以放弃音乐，接受了家里的手艺，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自己继承了爷爷的手艺，继续做白家的花生糕的时候，他才能感觉到爷爷还在，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着幼年时代的美好。继承的虽然是手艺，但传续的却是家族的一种精神。开封这个皇城根的这个文化，让老的开封人他有一种独有的气质。有一句话，活得像骆驼也是一条龙，就是说我能吃得下苦啊，然后呢，我为把这一样东西做好，做到精益求精，就我可能就是说100年只做一件事儿。今天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，还有更多像白记这样的纯手工小吃生长在民间，融入在民间，和每一个城市或地方的记忆融为一体，成为人们无法割舍的乡愁与眷恋。因为味蕾总比我们先感受到家的召唤，比我们不懂得新的脚步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，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。他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发现美食的秘密，他用酸甜苦辣表达对于人生的理解，认真执着用心出品，他将美食登峰造极。他是李碧辉，今天他将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美食。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，感谢美食节 APP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。一道菜的外形美观，它能够吸引到很多食客对这道菜的一个憧憬。今天我为大家制作的这道菜，不但外形美观，而且它复合了多种味型在一起。这道菜就是我们香煎杏仁鱼柳配柠檬鱼露汁儿。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，让吃饭变简单。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我们的加急鱼柳。今天首先咱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鱼柳，我们放一些柠檬汁儿，给一点香菜，还有我们的香葱，再切上几片姜，少许的盐，还有一些白胡椒粉，给一点点香油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鱼先腌制一下，这个鱼差不多要腌制5分钟的样子。在腌制鱼的同时，我们来配这个鱼的这个酱汁儿。首先我们要选用这个美人椒，还是同样选用一些姜末，你再加入2瓣的蒜，蒜切成蒜片就可以。后切上一些香菜碎，然后我们的香葱碎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往里边挤入大量的柠檬汁儿，这个酱汁儿配鱼是一个复合味道，增加了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味道在里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些胡椒粉，加一些白糖，白糖的量稍微多一些，大概2勺的量。
我们不往里边加盐，今天主要是要用到一个这个东南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鱼露汁儿。这个汁儿它特别咸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加盐了。如果放了这个，大概4勺的量，然后我们再加1小勺的香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往里边加一些冬菇酱油。我们配鱼的这个酱汁已经制作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加工这个杏仁片来包裹这个鱼柳。我们选用的是刨片的这个杏仁片，加上一些干辣椒。我们把干辣椒稍微给它捏碎了，这个要选用比较干脆的一些辣椒。选用干辣椒跟杏仁片搭配在一起的目的，主要就是让这个鱼沾裹一点点微辣，然后它经过橄榄油煎制之后，能够去掉鱼本身的腥味儿。这个时候我们往里边再切一点点香菜，给一些黑胡椒碎，再给一点点盐，让这个杏仁片也有一个底味。我们把它抓均匀了。要用到3颗鸡蛋，我们的鱼也腌制的差不多了。现在我们就要把鱼柳从我们腌制腌料中拿出来，把我们的鱼柳均匀沾上蛋液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只是给鱼的一面蘸上这个杏仁片儿，然后把它先暂时放在这儿。另外一片也是同样，稍微按一下，这样能够让这个所有的杏仁片均匀的沾裹到咱们的这个鱼柳上面。我们煎制鱼柳的时候，最好是选用这种不粘锅啊，因为鱼的话它本身就容易粘锅。加入少量的橄榄油，油温一定要高，这样的话杏仁片不容易脱落。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鱼柳放到我们的油锅当中。先要煎制带杏仁片的这一面，千万不要翻动它哈，也不要煎糊。所以这个时候油温是特别重要的，掌握火候特别重要。如果温度过高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火调小。我从侧面看到这个杏仁片已经开始上色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翻它。你看非常漂亮，它是金黄色。这个时候我们鱼的另外一面我们就要长时间去煎它，因为它底下没有杏仁片，所以它就不怕糊。我们直到把这个鱼煎香煎熟为止，大概煎制1分钟，它就能完全成熟。现在我们关成小火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往里边挤一些柠檬汁儿。这个目的就是让它这个柠檬跟高油温的这个作用下，让它增加一种柠檬的一个香味儿。现在我们的鱼柳基本上已经完全成熟了，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摆盘儿。然后把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鱼露辣味柠檬汁儿给它淋在上边。好，我们今天制作这道香煎杏仁鱼柳配柠檬鱼露汁就完成了。这道菜的口感是有鱼的这个酥香，加上这个柠檬汁的酸爽，能够非常解腻。在这个季节是一道非常不错的一个美食。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，让吃饭变简单。感谢火锅吹蛋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因为吹蛋黄爱上中国菜。